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本关于西藏喇嘛的藏地奇书，讲述了西藏的小喇嘛罗桑呢，在布达拉宫的一座寺庙中修行的故事。他目睹了喇嘛们的神秘法事，并在一位大喇嘛的带领下呢，去到了异次元世界，体验到了幻境穿墙的奥妙，还成功的穿过了布达拉宫。那他的导师米尔汤达布喇嘛呢，还送给他一颗水晶球，据说运用这颗水晶球呢，就能够做到预言、星光体出游和观气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藏红色法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异次元世界。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上一部呢，我们就说到了罗桑7岁的时候在查克波里斯出家，在寺院修行期间呢，无意中看到了一场法事，而深陷幻境之中。罗桑有9大喇嘛高僧将他的意识送去了异次元界，又回到了现实。在意识的朦胧之际呢，他看到了9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团块，恰似9个骷髅。在他竭力思考一切又回到现实的时候呢，眼睛向上看的时候，那9个白色的团块就是9大喇嘛。一个喇嘛就笑着说罗桑，你的心灵感应的想法呢，在传心的受体上是非常清楚的，现在慢慢的做起来，你做得很好，你的导师没有选错人。而罗桑小心谨慎地做了起来呢，那位刚刚带着他游历幻境的导师就说这是一次离开躯体的好经验，我们需要经常尝试，以便你呢能够很容易地去到异次元界，就像是耸耸肩膀脱掉法衣一样简单。而罗桑有些狼狈的就说道，他说导师他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体我应该是一直带着他的呀。那位喇嘛向导就吃惊地张着嘴说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你已经跟我一起去幻境去漫游了。而罗桑就说呢，他说我自己在游历的期间特别注意过，当时喇嘛们围成一圈呢，圈子中心却没有我的身体，是不是就说明以实体前往幻境旅游的呢？那9个喇嘛中最年长最瘦小的一个喇嘛就笑着说道，说罗桑你犯了一个最普通的错误，因为你仍然被诸识所乱。当我们帮你做第一次神志清醒的灵界漫游的时候呢，你正躺在地面上，而我们协助你呢，使你的幻境灵界形态可以不费力的出来。因为是由我们这些具有毕生经验的人来协助你呢，你才不会感到任何的慌乱，或者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就很显然的，你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幻境。而罗桑注视着喇嘛呢，思索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没什么问题。他的确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此刻呢，又浮现了当时的情景他曾经向下看过，未曾看到自己的身体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当时呢，他仍然在身体里，而这一切对他来说又太深奥了，因为他感觉自己明明在身体外然而身体又不在那里，那他在什么地方呢？那位高阶喇嘛呢就说人们总是在去看他们盼望想要看到的东西，却总是会忽略最显而易见的东西。就像是在你的最近所见之中你从未看到过我们把水晶呢放在上面那个架子，但其实呢，那个架子放在这里大约已经有200年了，从未拿出过这座寺院。可是你注意到它的时候呢，就好像你第一次见到一样，因为以前呢，它已经就在这里了。对于你来说呢，是非常平凡的东西，所以它呢察觉不出来。那说到这儿呢，似乎又有了一些眉目。罗桑不知道自己即将进入幻境也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没有去看自己身体的准备。因此呢，当他去看的时候呢，首先流到意识里的就是那一座成圆圈的喇嘛。这时候注意到已经避开了自己的躯体了，这和在催眠术中的情况就很相同了。喇嘛们能够催眠一个人，使他相信呢，他完全是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于是呢，催眠状态下的那个人周围看遍了，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的印象可能就只有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同样的道理罗桑当时把寺庙看了个遍，唯独遗漏了自己的躯体。那位老喇嘛呢，就对他微笑着说将来呢，会有导师给你更多指导的，以便你能够在任何的时候很容易的离开身体，像做梦一样。而每晚呢，你能够旅行到相当远的地方，当你再回到躯体的时候呢，仍然能够保留着你曾经看到的，你曾经做过的所有的见闻和经验。如果你办得到这一点，你就可以不经过长途跋涉呢，就可以获得许多文化和知识。而这一番话呢，就解开了罗桑之前的疑虑了。那为什么西藏的一些高阶喇嘛并没有出过西藏，却拥有很多不属于西藏的知识呢？他们似乎是离世的神人，甚至能够说出任何地方正在发生的什么事情。有一次呢，
罗桑和米亚唐达普喇嘛去拜访一位很老的老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呢，这个老人突然举起双手，说有人在呼唤他了，随即呢就退出了交谈。罗桑就看到他仿佛进入了幻境，人坐在那里动也不动，看起来就好像是没有生命一样，变成了一具空壳。而米亚唐达普呢就安静地坐在那里而且做手势示意他呢也保持安静。两个人就坐在一起呢，手抱着膝盖坐着不说话。也许是过了10几分钟之后呢，这个老人身上又重新焕发了生机的样子。最后他微微地动起来，睁开眼睛，他就告诉他们两个人说在距离他们相当远路程的日喀则呢，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桑就心想这简直就是最好的通讯系统比罗桑听过的一切的卓越的设备都要好得多。那9个喇嘛说完这件事情呢，当时就离开了。他们此次呢也并不是为了来教授罗桑的，只是一次偶然的情况而已。他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嘛。于是他们很快的收拾起了架子上的水晶离开了寺院。至此呢，罗桑对幻境灵界的旅行有了很大的兴趣。他一边在寺庙羊腿上呢，一边等待着他的导师到来。几个月之后呢，米亚唐达普就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寺院。他为罗桑带来了一件礼物，并告诉他说有了这个东西就能够做许多事情。他从包裹里取出一个古朴的8面木盒子，非常小心地放到了罗桑的手中。罗桑接过这个盒子呢，就发现那个盒子出乎意料的沉重。他把那个东西呢放在手里翻来覆去却不知道怎么打开，因为它是8面形的嘛，看不出来盒子呢是盖在哪个上面。最后不知怎么的，他突然就拧了半转，半圆形的盖子被拧了下来，里面的一块布呢包裹着一个沉重的物品。罗桑就把那个物品拿起来呢，发现居然是一个球形的物体。当解开上面缠绕的黑布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令人惊奇和完全透明无瑕的水晶球。那是真正的一个水晶制品不像是市面上的一些玻璃货色。而这种水晶呢，竟然是如此的完美，拿在手里的时候呢，几乎像是一个虚无的球，但是重量却十分可观。米亚唐达普做了一个手势呢，要他把手和水晶呢都洗干净，特别要注意将水倒在这个球上的时候以便它在水里面滚动。罗桑非常小心地使用布缠好了水晶球把它沉在水里呢，水晶球就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轻轻地擦拭它的时候呢，似乎发出了生命之光。那回到房间之后呢，米亚唐达普呢就要他好好的保管水晶球，不能让其他人去碰它，否则呢它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那接着呢，他让罗桑呢背对着光坐下，不要让这个光线呢射到水晶上面。如果这样做呢，将会使水晶里产生虚假的反应，必须呢使水晶球内没有光点。说完呢，他就站起来拉上了窗帘，降低了阳光的亮度，使房间呢蒙在了一片淡蓝色的暗淡的光线之中，就好像是黄昏来临一般。罗桑坐到一个导师认为合适的地方呢，双腿就伸到了右边斜坐着，两只手呢托作杯状，就托住了这个水晶球放在膝盖上。他弯下头瞟视着水晶球，而不必真正的集中视力去看。因为如果直接把视力集中在水晶球上呢，就会不自主的把视力集中在上面的乌斑，而这样呢通常会破坏效果。因而呢，导师就教他要把视力集中在无限远的若干点上，同时呢要使眼通的能力去看透水晶。在这个过程中呢，罗桑就记起了在寺庙里的经历了。当时在幻境中呢，他就看到了漫游的灵成行成排的到来，而在那里呢，那9个喇嘛还吟唱着经咒，摇着银铃，铃声不时地打断每一炷香所应念的经文，那是在指引异次元的能量呢去往该去的地方。而米亚唐达普呢就朝着他笑笑说使用水晶球需要长久的学习，欲速则不达。首先呢需要学习怎样适当的拿这个东西，确实呢就像你现在所拿的样子但是你需要学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呢用不同的方法去拿。如果你需要了解世界的大事呢，你就要站着使用水晶球。如果你需要预言有关于某一个人的事呢，你就要让那个人呢先握住水晶球，然后再从他的手上拿走。如果你获得适当的训练，就能够在水晶球上面看到所需要了解的事物。除此之外呢，利用水晶球也可以让你呢完成星光体幻境出游。那说完呢，他就让罗桑躺在地上头放在卷起来的部分的僧袍上呢，双手合十，双腿并排，开始进行肉身的一个催眠过程。对知道过程的人而言呢，这种事情实在是太简单了。而罗桑呢，试着与水晶球建立感应，很快呢，他就感到了一阵温和的痉挛，这就表示能量体正在与躯体分开。而痉挛时呢，他就看到了一道光，它似乎呢在银带的尾端漂浮在这个半空之中。
下方呢则是完全的黑暗，一点光也没有。他说我就环顾四周呢，这一次出游跟我以前的出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他的心意的改变他就发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他在拉萨的山谷中盘旋了一会儿呢，突然之间就意识到不受控制，那条银带抖动的非常厉害。他就惊讶地看到银带上的银蓝色的光呢，变成了一种恶心的黄绿光。在毫无防备之下呢，一阵猛烈的扭矩牵引感袭来，好像有什么能量想把它卷入他的控制之下。那罗桑呢，本能的反应向下一看呢，差点就晕了过去，因为在他的下方有一群古怪可怕的东西在向他逼近。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却有着一张丑陋的人脸，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可怕，实在是无法用文字来叙述。但是他们全都有着人类残暴的特性。他们接近罗桑呢，想把他从银带上拉扯下来。一阵恐惧过后呢，罗桑就想起来老喇嘛说的话他就说呢，幻境旅行之中是不存在实体的，因此这些东西呢也就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那这么一想呢，这些东西就完全立刻消失了。那一条轻盈的银带呢，连接着他和他的肉身，很快呢就恢复了原有的色彩。忽然呢，他就注意到银带上传来了牵引的力量，而罗桑平静的又向下看去就看到了米尔唐达普点燃了小小闪动的油灯，他的肉身呢也开始将能量拉了回去。于是呢，他慢慢的沉了下去，很轻柔的就让能量与肉身合二为一。米尔唐达普就夸赞他做得不错，同时就告诉他这其中的秘密。他说他看到的那些恐惧的东西呢，是一种低龄能量，他们依恐惧而生，是靠着一些犯过错或者是对别人做过错事被真心所折磨的人的养分而活。人会制造出邪恶或者是善良的思想幻象。如果去到一些已有无数年代的古老的教堂或者是寺庙呢，就能够感觉到在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的善事。要是走到一个老监狱里面呢，在那里呢就可以感觉到发生过很多痛苦之事，还有许多严酷的刑罚，那么就会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感觉了。因此呢，住在建筑物里的居民就可以制造思想幻象，而反映在建筑物的墙上。这些思想呢以及其幻象呢，就能够被在星光体出游中的人有眼通的人看见或者是接触到。后来呢，罗桑就经常在西门林塔的底层一片凉爽的大草地上练习能量出游。只要醒着呢，他就忙于各种玄式的训练之上，而喇嘛师傅们还在研究用其他的办法呢让他加强学习。罗桑就不明白，一个人既然能够用心电感应的办法去学习的话，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呢？一个人能够看到他人的气，为什么还要去猜测他人的企图呢？气呢，指的是围绕在人的肉体周围的一层类似于雾气的东西。第一层呢是气罩，紧接着气罩的一层呢是一条带，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辨识出来。而在外面呢就是气了。气与其说是由动物的生命力而来，不如说呢它是因为精神的生命力而来比较恰当。气是由旋转带以及所有的光谱上看得见的颜色圈而形成的，它含有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还要多的颜色。人体内的每一种器官呢，都会发放出它自己的光线，而这些光线呢，都随着一个人的思想在改变着，还随时会波动。这些显示呢，能在气罩层以及其外一层的空间中相当清楚地看出来。在人裸体的时候呢，气更将这些健康或者是疾病放得更大，使有眼通的人能够看得更清楚，还能够说出这个人的健康或者是不健康的一种情形。只有特别有天赋的人呢，才能够察觉出第二层。那在气罩与气之间呢，还有一条带，差不多有3寸宽。真正的天才呢，才能够看得见这一条带的颜色。那不久之后呢，米尔唐达普和罗桑就回到了查克波里斯，那里呢有一位高级喇嘛正在等着他们的归来。这位高级喇嘛呢，当时还带来了一个印度喇嘛，同时还带回了一些仪器设备。罗桑看到那个奇怪的装置呢，约有4尺高5尺宽，它的一边呢有2扇小窗户，窗户上呢有像玻璃镜片的东西。在机器的另一边呢有2个大窗户，对应的另一边呢有长把手伸出来。那高阶喇嘛就说罗桑呢有了他不拥有眼通的人呢也可以看见人类的气。那这位印度的喇嘛法塔呢就来向我们讨教了，但是他不告诉我们他的身体有什么问题。他说既然我们知道这么多秘传的知识呢，他就算不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也可以知道他身体的状况呀。我们把他带到这里来呢，就是想用这个机器来检查他。他已经答应褪去袍子。高阶喇嘛就说罗桑，你先看看他，然后告诉我们他的毛病在哪里，之后我们再用这个机器进行比对，
看看你发现的和机器检查的结果呢有多少的巧合。那位印度人呢就站在一个墙边呢，罗桑没有直接去看他，而是用侧眼去看，这是一种观气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不用一般的双眼平视，而是用2只眼分开来看。他就当时注意这个印度人的气呢发着光，而波动着，有着高度的智慧。但是很不幸啊，他的整个外观呢被体内神秘的问题所破坏了。罗桑一面观察呢，一面把看到的说出来。这种问题呢是由于体内受到了多种的压力而引发的。这位印度的喇嘛曾经经历过不如意，也受到过挫折，这就影响了他的健康，使他体内的细胞呢变质乱生，因而他的肝部就产生了问题。更因为他是个脾气颇为急躁的人嘛，所以每一次问题呢都更为恶化。从他的气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如果他变得平和宁静一点呢，他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久一点了。那高阶喇嘛这时候立刻就转向那个奇怪的机器，并由这个小窗口中看进去。米亚唐纳普呢走到了把手那边用力的加速旋转了起来，直到这个高阶喇嘛发出声音请他保持稳定的转速为止。那高阶喇嘛看了那个装置一段时间之后就站直了身体。最后他们检视一遍呢，站在一起显然在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交谈着。最后他们转向印度人就说罗桑告诉你的全都是正确的，我们很仔细的检查了你的身体这个问题的起因确实是因为你的脾气太急躁了。罗桑又一次呢取得了成功，他的名字开始在查克波里斯以及周边的人们所熟知了。经过了这一次的长途跋涉呢，寺庙中的沙弥长就给他了一套打上标记的新法衣了。他很清楚如果一个人有一件打上标记的新法衣那就是在告诉其他的和尚，这是一个有点来头或者是名望的人了。而一件陈旧的法衣呢，则是一个人已经当了很久沙弥的象征。有了这一套新法衣呢，罗桑又能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了。今后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奇妙的经历在等待着他呢。而这位注定不凡的喇嘛的传奇还在继续。当然了，能看到人类辉光的事件呢，我们无法证明。那么好了，故事呢，与各位就讲完了。